左牵狼，右擒母，打响异世界第一枪。最近有冒险者声称看到了会吐火的史莱姆，其他人都不相信他。此时，男主玉丝肩上带着一只史莱姆走进了公会，史莱姆张嘴就吐出了2年份的治疗花素菜。前台小姐姐立刻通知了会长，会长很惊讶，最后还是全部买了下来。但此时突然有冒险者通知，森林里似乎燃起了狼烟。玉丝立刻通过史莱姆联系了森林里的眼线，发现大量的怪物朝着他们所在的城市冲了过来。会长立刻将城内的冒险者集结起来，说可能有上万只魔兽朝城市赶来，希望大家能尽快离开这里，因为魔兽太多了，想抵抗也没办法，尽可能的让大家多活下来。但城市里的民众估计就保不住了，不少冒险者都不认同这个决定。此时玉丝突然举手说自己有个想法，他从史莱姆口中掏出一只龙的骨头，说能够重现龙的火焰，一举杀死那些魔兽。刚才的墨西哥头冒险者看了一眼他肩膀上的史莱姆，转头告诉会长他愿意相信玉丝，还问玉丝需要帮助吗？于是在玉丝的指挥下，刚采摘来的药草就变成药水分发给众人。冒险者们在门外筑起一道防线，玉丝通过远程指挥白狼把其他分散的史莱姆带了回来，并让史莱姆吞下龙骨，在城墙上打开了面板。正在筛选适合放出来的技能，却听到了史莱姆传递消息，潜藏在森林里的妹子特莱雅德看到了可疑人员，对方手上拿着魔石，一旦触碰就会导致死亡。玉丝决定派出几只史莱姆，在特莱雅德的帮助下传送到可疑人士面前，当场将其制服，并且消除了魔石的诅咒。而此时一名穿着女仆装的少女躲在城墙后方，但没想到玉丝竟然会使用魔法。被捆起来的可疑人士大喊一声世界属于三体，他要终结这个肮脏的世界，然后当场服毒自尽。在前面战斗的冒险者们眼看打不赢，玉丝让白狼送去几只史莱姆，众人发现会喷火的史莱姆，顿时明白是玉丝在帮忙。此时玉丝也想到了不破坏城市的魔法，直接让在后方的工会前台莉莉通知其他冒险者回来。会长决定相信玉丝，在森林内的特莱雅德也带着其他史莱姆们撤退了。此时刚才相信玉丝的2位冒险者正被其他的怪物纠缠，好在关键时刻白狼杀了出来，一口咬断了怪物的脖子，将2人甩到了背上带回城市。众人就见玉丝在城市外张开屏障，然后铺天盖地的火焰倾泻而出，众人震惊，这就是魔物使的力量吗？这个魔法真的是人类能够使用出来的吗？会长表示，普通人要是用出这样强大的魔力，很有可能力量耗尽死亡。莉莉意识到不妙，立刻上楼去找玉丝。史莱姆跟玉丝汇报消息，外面还有几只漏网之鱼，但玉丝的力量确实超负面值了，不过可以用 HP 来补充，但这样会对身体造成一点伤害。莉莉劝他不要再这样冲动了，但玉丝决定再放一次魔法。怪物有外挂，玩不起呀！2发核弹打下来，玉丝也扛不住了。莉莉把他搬回了休息的房间，眼泪汪汪地看着醒来的玉丝。而会长也带着人去森林调查可疑人士了，明显查到了一些情报，这一幕都被特莱雅德看在眼里。玉丝饱餐一顿，楼下的人正在庆祝这场胜利，大家都很感激玉丝救下了这个城市。莉莉问他为何要救下这个城市，玉丝没有回答，莉莉就不再追问，但玉丝却想起了自己的前世，那个时候只有工作和压迫。莉莉本来想让玉丝再好好休息一下，结果回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他人不见了。玉丝带着白狼和史莱姆们默默离开了，因为他不想引起骚动，被当地的贵族束缚。会长听说玉丝离开后十分感慨，这就是英雄的背影吗？关于那个可疑人的遗留物品，他们也调查了，应该是那个组织的人。他已经向中央的工会汇报了消息，殊不知玉丝在会长的房间内放了一只史莱姆，就这一切听了个一清二楚。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新的城市，玉丝他们来到了一个新城市，想起大家一整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史莱姆和白狼都很喜欢吃肉，所以玉丝将肉铺的烤肉全买了下来。就在他们炫饭的时候，城内的教会突然敲响了钟声，民众说是从中央派来的厉害祭司到了。玉丝想起了之前城市的会长说的话，带着史莱姆前往当地工会登记。前台看起来有些为难，直到发现玉丝拥有锁敌技能，据说有这个能力的人加入队伍后能让成员死亡率下降2成，所以他的优先度很高。玉丝登记后就接了组队任务，这支队伍是临时组建的，里面有一支短剑士，还有一粉一蓝2位少女，一个是长枪，一个是弓箭手。短剑士觉得玉丝是魔物使，不适合战斗，担心他会拖队伍后腿，但2个妹子却觉得玉丝拥有锁敌技能，这次任务是探索，避开敌人也挺不错。反倒是短剑士的传闻不妙，据说和他组队的同伴不是逃跑就是下落不明，这让玉丝想起了前世的公司同事。这次任务是探寻
寻地龙所在的位置，他们分成了前中后的队伍，短剑负责打前锋，玉丝站在最后，队伍只给他一个任务，就是锁敌。白狼在前方探路，看到有狼群就立刻给他汇报消息，于是玉丝告诉众人2000米外有5只狼，众人大惊失色，玉丝的探查范围竟然这么远。短剑立刻赶到了前方，并迅速了结了几只怪物。玉丝并非不能战斗，只是队伍没有提，所以他就按兵不动。短剑被夸之后非常开心，还说玉丝的锁定能力很强，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。不过地龙的位置还没有找到，4人只能先在森林扎帐。他们之所以绕远路，是因为人数太少，如果这几个人走大路，很容易遇到盗贼抢劫。丽莎看出玉丝和史莱姆关系很好，玉丝说因为他们是重要的伙伴。藏起来的史莱姆都很高兴。2个妹子问玉丝如何学会锁定技能，玉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短剑似乎看出了他的为难，提出早点休息，轮流守夜，因为第2、第3段是最困最累的时候，所以短剑把玉丝安排在了不用那么累的第4位。玉丝感慨这人意外的挺绅士。休息的时候，玉丝梦到了刚来到异世界那会儿，他还以为自己太累产生了幻觉，毕竟一睁眼就驯服了一只史莱姆。史莱姆还把他带到了一栋废弃的木屋，这里存放着大量的书籍，打开一看还是所谓的灭神魔导书。玉丝琢磨着这是哪个中二病写的，结果发现系统面板看一眼就学会了魔法，而且 HP 和 MP 都增加了。这个房间内还有很多的史莱姆，而且大家都想当玉丝的使魔，开局驯服史莱姆家族不说，这些史莱姆都还会识文断字，大家一起帮忙看书。玉丝瞬间就学会了这些技能，并且获得了特殊称号贤者。玉丝被史莱姆的声音吵醒，她穿越已经1周了，刚醒来就听说短剑不见了，而且2名少女也不见了。原来2人早就察觉到短剑不对劲，他绝不是那种善解人意的人，所以在短剑悄悄溜走的时候，他们就跟了上去，还想着要不要找玉丝求助，但他们觉得玉丝没什么战斗力，还是先不吵醒他了。途中短剑差点就发现了他们，幸亏史莱姆隐身引开了注意力。2人发现短剑跑到了一个奇怪的帐篷那里，并向头目汇报可以卖掉2个女队员。玉丝实力太菜，过2天就会被魔兽杀死，他只需要回去汇报消息，说队员们又中途逃跑了。难怪这家伙队友老是失踪，他甚至知道2个妹子应该跟踪了他，只要等对方踏入陷阱就可以将他们抓走。这队长还嚷嚷着什么苍蓝之月的灾难即将降临，他们必须要在月亮变得浑浊之前把人抓住。2妹子觉得可以准备先回去商量对策，结果就踢到了陷阱，本以为不得已要战斗了，没想到白狼和史莱姆们配合着假装成强大的魔兽，对方不愿意此时开战，于是先回了帐篷。但2个妹子很快就认出这是玉丝身边的史莱姆，并且玉丝通过远程魔法传送直接将整个帐篷给动了起来。当犯罪组织的头目被拎出来时，2名少女立刻认出了他，这家伙是最近臭名昭著的盗贼，还上了城市的通缉令。史莱姆把这些人吞进肚子，准备带回城市。晚上的月亮越来越紫，2人说玉丝果然很有实力，不过他们也看出玉丝不想提及自己的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们也觉得没有勉强。玉丝觉得这2人应该很信任，提出他和史莱姆能够帮忙避免战斗，于是队伍决定继续执行探索。只见玉丝掏出史莱姆，迅速找到扎营地，并完成点火扎帐篷，连食材都搞定了，甚至守夜的安排也搞定了。2妹子一脸茫然地睡下了。玉丝还在思考盗贼说的苍蓝之月的灾厄，莫非这个组织和在森林里放魔兽的人是一伙的？那么这个灾厄指的又是什么呢？第2天探索的时候，玉丝他们察觉到了一阵奇怪的风。丽莎说传闻里有提到这种裂谷里的风是地龙的呼吸，于是玉丝对此产生了好奇。史莱姆们一直在森林各处寻找地龙，2名少女对玉丝有很高的期望，这让玉丝想起自己参加冒险者考核的时候，魔力超标把水晶球给点炸了，火焰魔法控制着打出了一小点伤害，结果被告知正常魔法师要使用法杖，还要咏唱，咏唱之后魔力值会提高。玉丝尝试着做了一下，发现直接把石头给点炸了。为了不被2人发现，玉丝特意使用威力较弱的魔法，让史莱姆把周围的魔物给解决了。2妹子一边探索一边发现不对，怎么都没有魔物出现，听说是史莱姆解决的。他们觉得玉丝实在是太强了，玉丝便明白自己又做过了。但这个时候整个森林的天空都变成了紫色，城市内的众人也发现了不对，立刻去询问了中央派来的祭司，结果得到的竟然是神话传说的预言，每当苍月来临的时候就会降临灾厄。玉丝他们看到云层中有陨石坠落，远处的史莱姆汇报消息，掉下来的竟然是一头巨大的飞龙。玉丝立刻让白狼带着史莱姆们撤离，毕竟这个强度超过地龙。2妹子也不是鲁莽的人，立刻跟着玉丝撤离。他们决定先进入溪谷内避难，据说那
边已经上百年没有出现过魔兽了。虽然也有人说是地龙的威压造成的，玉丝让白狼带着史莱姆先去探路，遇到魔兽就直接解决了。只是山谷内有强大的飓风，白狼他们都差点被吹飞，好在成功躲了过去，还发现了风口的位置。玉丝小队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就看到白狼他们解决的魔物了，两人愈发觉得玉丝的史莱姆果然厉害。然而白狼虽然探路没有看到地龙，但玉丝他们赶路的时候却遇到了地龙。这家伙觉得风太强了，一直躲在地脉中不肯出来，直到看到玉丝三人，还以为终于能捏捏软柿子了，没想到踢到了一块钢板。丽莎跟蒂娜躲到墙后，让玉丝赶紧过来，但玉丝决定拿地龙试一下自己的技能，配合史莱姆先打了一波低级魔法伤害，发现地龙皮糙肉厚耐揍，便放心的准备用高级技能，但是又不想让两个妹子察觉到，于是他故意把地龙引到了风口位置，趁着风口放风的时候，众人视线不明，玉丝用光照魔法锁定地龙位置，当场放出了高级火焰魔法，瞬间就把地龙给秒了。两妹子误以为玉丝和史莱姆是发现了地下火焰矿石，借由魔法引爆了矿石，这才把地龙给打败了。玉丝本就不想引起太大的注意，立刻点头表示正是如此。回去后他们表示打败了地龙，把龙骨还有那群盗贼丢了出来。当地会长收到消息后都傻眼了，而玉丝他们拿到了将近1400多万的奖金，妹子们表示都是玉丝的功劳。于是玉丝被当地的会长叫去开会了，说是要讨伐那只从天而降的苍龙。听说玉丝看到过苍龙，所以拜托他给大家描述一下苍龙的模样。玉丝直接掏了个魔法，把苍龙模样复制粘贴了。众人感慨，果然和神话书中一样。祭司拿出了神话书，说书里都是上古文字，已经有一部分无法解析了，里面记录苍龙会迅速成长，甚至3天就能毁灭一块大陆。如果是这样，对方就是神话级的魔兽了。神话中记载，有一名力量与神匹敌的使者才将其打败，可是现在并没有所谓的使者。但会长突然想起30年前的一场召唤仪式，当时教会宣称30年后召唤仪式才能成功，算算时间，应该正好是1周前，说的就是神灵召唤。按理来说，灾厄级力量的神灵应该会被召唤过来，但截至目前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莫非那个仪式召唤的就是苍龙？这个时候天空再次变暗，跟踪苍龙的史莱姆反馈苍龙的身躯变大了。祭司他们听说后非常惊讶，因为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个世界很有可能在3天后毁灭。会长打断众人的吵闹，表示他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要主动发起攻击。两个妹子找到玉丝，说他们也要去讨伐苍龙，有玉丝在，他们非常安心。就在两人离开后，祭司竟然找了过来，说有样东西要转交给玉丝，他接受神谕从王都带来的一把武器，那是一把短剑，王都的人都不知道它的用意和价值。玉丝打开面板，发现这玩意儿可以提高魔力效率，于是祭司决定把武器送给玉丝，毕竟神谕也这么说了。祭司回去后带着徒弟祈祷，玉丝担心明天会出现大量伤亡。史莱姆汇报消息说苍龙越来越大只了。玉丝想起考核的时候监考官说的话，说他的魔力太强了，强得超乎想象。于是玉丝决定赌一把。玉丝半夜溜了出去，发现苍龙在吸收森林的力量，此时的身躯越来越庞大。史莱姆们都问玉丝准备怎么办，玉丝决定和这个苍龙打一把。他从祭司那里获得了短剑，将火焰魔法全部集中在短剑间，或许有一战之力。结果苍龙已经发现了他，立刻朝着玉丝发来吐息，好在玉丝的防护盾全部挡下，两边立刻就开始交战。苍龙飞得老高，玉丝靠着防护盾冲了上去，下方的史莱姆给他吸引注意，玉丝拿着短剑对他发动攻击，虽然把他的一只眼睛给轰掉了，但苍龙也一尾巴将玉丝扫了出去。好在玉丝张开防护盾只被砸了一下，但是 MP 值已经负数了，苍龙再度发起攻击。玉丝决定把苍龙拉下来再打一次，但是 MP 值暂时不够。不过玉丝发现面板上有一个天机的倒计时，差不多40多秒，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。可玉丝决定召唤一下，发现还真有效果，从天而降的落雷劈中了苍龙。白狼把玉丝载去了苍龙的位置，玉丝远远对他发动攻击，并且在拉近位置后一刀切断了苍龙的脖子。白狼和史莱姆们一阵欢呼，玉丝安然落地，感慨这一次有点艰难。回城的他并没有注意到苍龙的血液落在周边的蘑菇上。第二天一早，会长找到玉丝，说天空已经恢复正常，苍龙也不见了，似乎是被某个英雄给讨伐了。祭司在说完神谕后已经离开，目前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会长无奈地告诉玉丝，如果有需要，完全可以给他们委托，大家都能帮忙讨伐苍龙。玉丝装无辜，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会长叹气，没有多说。第二天，两个妹子找玉丝道歉，说约好一起讨伐，结果现在任务终止了。不过因为他们是自愿参加，所以还是会分发
他奖励。听说玉丝要去新的城市，两人虽然遗憾，但还是祝福他一路顺风。玉丝还从他们那里听取了城市的位置，两人推荐了一个美食城市。玉丝只有一个问题，那个城市会出现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比如天空变蓝、出现飞龙之类的。俩妹子哈哈大笑，说苍龙这个事情太罕见了，怎么可能每次都遇上？你又不是死神小学生。最终玉丝在两人的送别下前往美食城市，走前他还留了2只小史莱姆跟着两人。结果刚走没几步，就收到了特莱雅德的消息。特莱雅德说，沾了苍龙血液的蘑菇是非常珍贵的药材，红蘑菇可以转换成 HP， 蓝蘑菇能够恢复 MP 值。玉丝和史莱姆决定帮忙摘，让特莱雅德帮他炼制药水。特莱雅德非常高兴地答应了，但是他发现水质好像不太行，于是玉丝教了特莱雅德蒸馏水的方法。最开始炼制出来的魔药有点像魔石的颜色，这让特莱雅德想起他们俩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特莱雅德魔力几乎枯竭，奄奄一息。玉丝通过史莱姆将魔力传送给他，特莱雅德因为魔石的缘故，身体摇摇欲坠。作为森林妖精，如果玉丝不来，魔石会把他彻底杀死。幸亏玉丝解除了魔石的诅咒，但是其中出现了大量的魔物，幸亏玉丝反应及时，用结界包住，内置火焰魔法，直接将魔物消除。特莱雅德为了感谢玉丝的救命之恩，当场给他变出了2年份的治疗药草。而药水之所以像魔石，是因为里面有龙的恩惠，龙的恩惠并没有错，只看使用的人是否会把它制作成魔石，如果这样就会对森林造成危害。此时蒸馏水已经制作完成，他们采用了这个蒸馏水，果然把药水变成了蓝色和红色。特莱雅德把这些药物交给玉丝，和他说告别后就回到了森林，而玉丝和史莱姆继续赶路，走进了森林迷雾之中。白狼发现这里还有人类的脚印，他们顺着脚印找到了一个村庄，村子里有不少人，而且大家看见男人之后都在微笑，这倒是让人有些毛骨悚然。村长说这边晚上很危险，让玉丝在这里留宿。玉丝表示自己有事今天就要离开，但村民非要邀请他留下来吃饭。玉丝说自己不饿。村长问他为何来这么偏僻的村子，玉丝说自己要去美食城市，只是迷路不小心途经这里。其他村民一直在观察玉丝。玉丝问了村长这个村子的名字，村长表示叫梅西亚斯村。玉丝离开村庄，觉得这里瘆得慌，却不知道村长朝着水晶球汇报的消息。他们本打算明天去森林回收龙的恩惠，却不知玉丝早已把蘑菇采完，并且炼制成了药水。而玉丝他们好不容易赶到美食城市，却发现那里已经被风雪覆盖，说好的四季如春呢，怎么又让他撞上意外事件了？玉丝被冻得瑟瑟发抖，赶紧使用隔绝温度的魔法，这才稍微好一些。刚到了城市门口，门卫都觉得玉丝穿这么少，在酷寒之中移动太厉害了。玉丝问起最近发生了什么，门卫表示数十天前突然急速降温，城里还有民众被冻死了，而玉丝来美食城市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吃。门卫听说后给他推荐了城内很有名的餐厅，看周围的情况，这个城市本应该是很温暖的地方。玉丝找到餐厅，却被告知大雪封城，木柴全部被拿去取暖了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材料做食物。玉丝直觉察觉到这个餐厅的食物一定很美味，可是没有木柴也没有办法做饭，于是玉丝决定去森林砍点木头。不过白狼和史莱姆们都不知道哪些树木适合当木柴，来都来了，都砍点吧。他召唤出斧头，总觉得这玩意儿和其他木头不太相同，随手划了一下，一整片树林都倒下了。随后玉丝将这些木头全部劈开摆好，然后通过史莱姆吸收水分，还真就是让木柴变得干燥起来。玉丝问他们用这个木头可以做饭吗？妹子立刻去询问了店长，店长表示木柴太干了，反而会导致火焰变强，无法控制火焰，就做不好料理。于是玉丝让史莱姆再稍微加湿一下，这个程度刚刚好。店长立刻点燃火炉，决定下厨，还问玉丝有多少木柴。没想到玉丝掏出了一大堆，让史莱姆加工到刚刚好。玉丝表示如果不够还能再去砍点，店长却拦住了他，决定先给他做一顿丰盛的食物。玉丝只尝了一口就觉得太美味了，这是他来到这个异世界以来吃到的最美味的食物。玉丝表示太美味了，明天还要再来吃。店长却说他们店最有名的是炖菜，只是花费的时间太多，今天只能做这个烤牛排了。服务的妹子告诉玉丝，他们店不能花费太多木柴，毕竟城市陷入严冬，都缺少燃料，除非他们拥有大量的柴火。玉丝表示他明天还会再来，只是玉丝也不知道要准备多少木柴，于是他去了当地的冒险者工会，发现大部分都是需求柴火的。玉丝登记之后决定去采伐，工会前台让他前往洞口寻找砍伐的人员，对方会指定木柴大小和数目。目前城市大量缺少燃料，能多一个是一个，附近不少村子都来帮忙。玉丝想起路过的梅西亚斯村，却被工作人员告知那个村子早
早就荒废了。工作人员刚想指导玉丝砍伐，就看玉丝轻飘飘一斧头下去，木头全部都被拦腰切断。不但如此，还被他完美分成两半，甚至操控史莱姆变得干燥。工作人员很想吐槽，但他做的这么完美，实在找不到吐槽的地点。玉丝一天可以砍伐一大堆木柴，然后通过史莱姆一次性搬运过来。前台小姐姐似乎听说过能操控史莱姆的神话，玉丝决定下次遇到祭司再问问。她告诉前台小姐姐这里放不下了，她准备了差不多3天的分量。小姐姐以为她带了50千克的木柴，但玉丝以为的3天的分量是每天5吨，她是按照城市的每天分量准备的。外头吐了老半天，竟然还有一半。玉丝觉得这些木柴应该都还不够用，前台却很担心她制作木材会不会吃不消。玉丝感慨，就这点工作量，他们都会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看来这个异世界还挺友好的。坏了，上辈子是被工作 PUA 成啥样了呀？这些工作量一点都不少啊！玉丝1天内爆肝，砍伐了大量的木柴，但他的目的就是品尝到当地的美食，树木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第2天，玉丝如愿尝到了炖菜，入口即化的口感让他双目含泪。店长为了感谢他为城市的付出，还特意给白狼和史莱姆都准备了食物。店长看他喜欢，也十分高兴，遗憾地表示，目前这道菜还不是最完美的状态，因为严冬突然降临，用来制作炖菜的最好品质的素材都被周边的魔兽吃光了，而那种菜只有这个城市能种植。于是玉丝准备讨伐魔兽，史莱姆们则负责保护田地。他远程指挥，轻松搞定了野猪群，但在猎杀野猪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结晶。玉丝前往森林并召唤出了特莱雅德，身为森林妖精的他都不认识这颗结晶。玉丝触碰到结晶，发现它变黑了，看来应该是龙的恩惠，恐怕这家伙就是另一个形态的魔石，会将周围的魔力吸收，魔力变少后环境就变冷了，而魔力多的地方被吸收则会变得更加炎热。这个球应该是人为制造的，上面还残留他人的魔力。玉丝当场解除了结晶的诅咒，并且让史莱姆在森林各处搜罗结晶，发现森林中一共有108颗石头，并且呈包围形状散布。于是玉丝决定去包围的正中央看看。乍一看似乎就是普通的森林，可玉丝本能地察觉到不对，似乎有几棵大树混在其中。于是玉丝通知所有人暂时离开这个范围。玉丝表示自己要破坏一部分森林，特莱雅德想了想，答应了他。森林之后会复原，但是魔石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。玉丝抬手就是一个爆裂魔法，果然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个入口。玉丝准备帮这个城市摆脱一场，没办法，这里的食物真的太好吃了。玉丝顺着楼梯走了下去，他让特莱雅德回森林望风。玉丝走进地下，看到了疑似现代的科技，其中一些东西上面放着未完成的魔石，看来就是一个专门加工魔石的工厂。很快就有人过来检查设备情况，玉丝在他们口中听到了一个名字哈比，他想慎重行动，但史莱姆们已经冲了出去，没办法，玉丝只能给他们加了个隐身，让史莱姆继续在内部探路，自己先一步离开了地下室。隐形的史莱姆追上了那俩人，发现门后还有一道机关，于是2只史莱姆同时打开门，看来这个地下室很大。史莱姆追到了地下室连通地上的出口，他们顺着出口走出来的时候，玉丝和白狼也来到了地面显现的位置，竟然就是之前出现过的迷雾村庄。看来这些都是救赎苍蓝之月组织的人，他们潜伏在村子里悄悄制造魔石，听说设备已经全部损坏。村长下令召集了所有搜寻队，将诅咒之源被破坏的事情说了出来，还说造成爆炸的应该并非人力，怀疑是由陨石坠落，得想办法回收诅咒原石，尽可能的将108颗原石回收，如果遇上目击者就全部杀了，反正基地已经损坏，这个村子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了。玉丝一听，哇，这么残忍，那他先下手为强，让史莱姆把整个村子包围起来，并检查了村子内是否还有除了邪恶组织之外的人。剩下的史莱姆找到了村子里的资料所在地，大家张口就把资料和文献全部吞了。门外赶来的搜寻队被史莱姆绑住，当场选择了自杀。门内的史莱姆发现资料深处还有一个房间，5只史莱姆同时站在位置上使用魔法，果然打开了资料后方的房间，内部发现了大量金银财宝，还有一个一看就是被杀的骷髅。5只史莱姆将这些金币全部吞下，等到邪恶组织的成员发现不对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汇报消息的时候，也有隐身的史莱姆在偷听。玉丝眼看消息暴露，还在想要不要一发秒了这里，就听见下方众人在商讨，对方肯定是发现他们组织了，之所以没有直接动手，一定是知道了基地地下还有一个毁灭万物之火，只要组织的人被杀光，这个火焰就会自动爆发。玉丝好险，差点就全杀了。结果5个人认为村子里只剩下他们5人，敌人肯定还在村中，于是决定趁着入侵者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当场就是
一个自杀的动作，立刻触发了村子里的火焰。玉丝提前听到消息，将史莱姆们聚集到一块，用护盾将他们保护起来，再通过爆裂魔法将护盾炸飞出村，同时用结界笼罩整个村子。但显然这个火焰的威力相当强大，不过好在玉丝还有创造性魔法，通过解析这个绿色的火焰，成功构建了新的护盾。但是这个护盾极其消耗 MP 值，直接给玉丝拉了-50万的魔力。等到爆炸彻底散去，白狼怂了吧唧的从土里钻出来，玉丝带着他们回到城市，发现所有人都在村口，大家都很担心出去讨伐魔兽的玉丝，只说刚才森林里发生了2次巨大爆炸，怀疑可能是陨石坠落。玉丝见没暴露，也就没提。好消息是，那个邪恶村子消失后，覆盖城市的异常冬日也消散了。正如那2个冒险者妹子说的那样，没有被寒冬覆盖的美食之城是非常宜居的。第二天，玉丝起来就被大家拉去餐厅庆祝，毕竟他们都认为玉丝是城市的大功臣，毕竟是他在冬日内准备了大量的柴火。如今冬天终于消失了，但是大家的柴火还够用，而玉丝打败了野猪，他们成功收获了最新鲜的食材，所以玉丝今天终于吃到了最高级版本的炖菜，直接把他好吃的昏睡过去了。玉丝睡醒后本来打算查阅资料，结果发现这些资料上都动了手脚，一打开自己就会全部消失，只有其中一份没有消失，上面似乎记载着一些人的名字，应该是这个组织要暗杀的人。这个时候有一支暗杀队伍已经接到了任务，他们手上也有这样一份名单，而名单上最后一个人正是玉丝。这支暗杀小队已经盯上了玉丝，并且打算暗中观察他的实力，一旦发现玉丝看见他们，就要挖掉玉丝的眼睛。当玉丝察觉到自己的名单上了暗杀名单后，就决定离开美食之城。他走前还向全台问了推荐城市，对方给他推了一个装备之城，还给他推了一家很有名的店，说那边买到的装备都特别好。玉丝想着给大家加强一下装备，又听到史莱姆传递消息有人盯上自己了。其实玉丝已经有感觉了，两人一直没动手，而是暗中观察，因为玉丝只上了可能需要暗杀的名单，要是冒险者突然死亡，工会会派人调查。2个人的队伍其实也有内讧，如果男暗杀者要贸然动手，女方表示自己会先杀死他，没办法，男暗杀者只能先退下来。女杀手表示今天先暗中观察玉丝，如果他会对苍月教会造成危害，就会对玉丝下手。却不知玉丝早就通过隐身的史莱姆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虽然玉丝准备直接对2人下手，但估摸着自己已经被怀疑了，要是突然打倒2人，肯定会引来更多的跟踪，得先把自己排除在暗杀名单之外。于是玉丝故意假装穷鬼，按照计划来到装备之城，做出看装备买不起，被找茬不敢吭声，连食物都吃不上的穷鬼模样，派出史莱姆捡来零钱，结果却喝酒买醉，给男杀手都看无语了。不过女杀手心细，决定再多观察一下，于是玉丝决定直接去接个简单的任务，让2个杀手看看他的演技。因为猎杀牛群并不算难，所以2人也没起什么疑心。玉丝作为魔物使肯定不能用魔法，所以就让白狼冲了上去。白狼平时是个怂货，下意识的后退了，结果牛群撞了上来，自己先飞了出去。白狼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很强，没办法，他刚出新手村那会儿，正好就遇到穿越异世界的玉丝，然后当场就被打服了，泪流满面，跪地求饶，一直对自己的实力没有认知。这会儿把牛给撞飞了，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他又觉得他行了。然而杀手2人却觉得玉丝有这么厉害的狼危险。玉丝一听风评上升，大事不妙，当场就给2头牛甩了治愈魔法。白狼越打越不对劲，不是这牛怎么打不死啊？杀手以为白狼是外强中干，殊不知是玉丝在给敌人上 buff， 而且一不小心 buff 叠多了，白狼打起来都很困难。玉丝准备给白狼也上点 buff， 但白狼却说他不会借助玉丝的力量。玉丝本想解释一下，但白狼已经冲了上去，他要为自己夺回点面子。结果白狼虽然把狼群拱飞了出去，但是并没有彻底打死，所以其中一头牛突然攻击了玉丝。玉丝下意识地使用召唤剑进行反击，本以为一定会引起怀疑，正在3方暗中较劲是否要下杀手时，女杀手却觉得玉丝的剑术一般，可能是歪打正着才赢了。眼看2人离开，玉丝才松了口气，没想到却听到史莱姆传来的消息，这2人的下一个目标是祭司。而2人回到基地向高层汇报消息，提起玉丝不足为惧，然后听说魔石制造基地被毁的事情，怀疑苍月教会被什么神秘力量盯上了，于是他们决定去调查祭司，顺便确认一下下一个暗杀对象是否有问题，一旦确认后就立刻动手。却不知玉丝已经听到了全部的消息，并且当场就把2人给冰封了。不过根据刚才的对话，这个苍月教会的人似乎认识祭司。第2天玉丝再次走到装备店，之前的店员本来想赶走他，尤其是在听说他给史莱姆买装备后，
口，觉得不可能。然而店长老爷子走了出来，一眼就看出了史莱姆很强，表示目前有的装备无法配上实力，需要重新打造装备。他接受玉丝的定制，但有一件事要拜托玉丝去做，目标就是后方的火山。老爷子表示，目前他们手上的材料根本无法给白狼和史莱姆打造装备。白狼不算是什么有名的种族，史莱姆更是随处可见。可是物随主人，他们只要跟玉丝在一起就很强。是要打造这个级别的装备，就要用上火山的宝玉，只要打倒小火龙就能获得这种素材。但即使是这种宝玉也支撑不了太久，比小火龙更强的是小蓝龙。如果能打败小蓝龙，掉落的宝玉就能承受魔力，但小蓝龙并不好找，实力还很强。玉丝听到有小火龙，就代表那里有大火龙。不过据说没有人能打败大火龙。玉丝想了想，前往公会接了一堆讨伐小火龙的任务，结果听说小火龙对魔法有抗性，一般来说要用水来攻击，问题就在于搬运水上，虽然有水系魔法，但会消耗大量魔力，所以一般人很难承受。玉丝表示自己有很强的水魔法，听说路过那边的时候还有条河流里栖息着魔物，玉丝顺手就把任务接下了。史莱姆们冲过去问了这边住着的活史莱姆，玉丝顺手就给收了。活史莱姆表示这边最近挺安全，而且他也知道河流里有食人鱼的消息。这些史莱姆们组成了一个渔网，直接就给抛进了河里，食人鱼被他们给钓了出来。玉丝的冰魔法并没有用，干脆把它制作成秘制烤鱼了。讨伐食人鱼的任务结束，玉丝身边跟着的火史莱姆也越来越多，史莱姆们都忙着聊天，没注意到龙群，还是玉丝先发现了不对。但史莱姆们好像很害怕小火龙，这是非常强大的魔物，结果玉丝直接放水把它给打败了。史莱姆们一看，哇塞，小菜鸡，然后纷纷冲出去帮忙战斗。玉丝一口气讨伐了数十只，宝玉也给拿到了手里。很快就有史莱姆发现了小蓝龙，这个就比小火龙难对付了，需要靠冰系魔法疯狂冰冻才能击败。在玉丝和史莱姆的配合之下，他们迅速讨伐了整个山头的大量龙群，一天下来竟然搞定了220多只小火龙，而且还把食人鱼的任务做了，顺便给了工会一个新的情报，食人鱼潜伏在河流深处。工会前台收到消息后立刻开始调查情况。当天晚上，玉丝就找到了装备店的老爷子，还拿出了2枚小蓝龙的宝玉，还有一大堆小火龙的宝玉。老爷子拍着胸脯表示一定能给他制作出好装备，因为材料很好，打出来的装备效果也绝佳，直接把白狼和史莱姆的速度提升了数倍。然后再测试了一下魔法抗性，2只魔兽的速度再提升，扛住魔法就代表着这个装备抗压能力不错。但老爷子却知道玉丝战斗方式绝非如此，于是玉丝召唤来史莱姆，使用了装备魔法，铺天盖地的冰柱打了下来。老爷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夸张的战斗方式，玉丝拜托他帮忙保密，老爷子也答应了。之后检查了装备，发现能够扛住，只是如果玉丝再用更强的战斗方式，目前这个装备绝对会裂开。没办法，小蓝龙的宝玉只能达到这个水平，除非玉丝还能找到更强的素材，比如说之前提到过的大火龙，但大火龙几乎不出岩浆，一般大火龙出现也不会做什么，除非有笨蛋故意朝它喷水，但大火龙从地脉出现就代表岩浆会爆发。再想起食人鱼不正常的躲进地下，以及苍月教会似乎在谋划什么行动，于是玉丝呼叫白狼前往山脉调查情况，果然看到了可疑人士，下一秒火山口就爆发了，大火龙竟然真的出现了。大火龙看起来非常大只，但目前没有做什么攻击性的举动，只是那2个上山的可疑人士不太对劲。玉丝通过视觉共享看见他们2个背了2个木桶，史莱姆跟在他们身后，偷听到2人确实有计划，还从2人口中听到了一个城市的名字欧尔达林。虽然不知道木桶里装的是什么，以防万一，玉丝还是派出史莱姆对2人动手。2人故意假装大意，先走一步，趁机偷袭了史莱姆，但玉丝已经猜出来他们的想法，于是趁着他们以为抓到史莱姆的时候，再释放出魔法网，这一下2人被捆了个正着。看到史莱姆出现，2人便意识到可能是之前排除的魔兽使，可眼下已经逃不脱了，于是2人咬破牙齿里的毒药自杀。玉丝让史莱姆检查了木桶的东西，感觉上有些像魔石，于是他们在地上种了一棵小草，召唤来了特莱雅德。特莱雅德说这玩意儿是诅咒之水，比魔石的力量弱一些，打败大火龙是不可能的，应该是想故意惹怒大火龙。玉丝决定先把这些净化成普通的水，看事情解决后，特莱雅德才返回森林。但史莱姆发现龙群不对劲，旅馆的员工也来敲门通知玉丝，说天好像要下雨了，一旦下雨，大火龙就会被触怒，所以城市里的众人都在准备撤离。玉丝已经来到了火山附近，按照员工的意思，原本大火龙出现是不可能下雨，历史上只有1次例外。发怒的大火龙朝着城市冲了过去，那次例外在5
50年前，大火龙因大雨而暴怒，几乎烧毁了整个城市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城市完蛋了。玉丝记得抵达城市之前会有2条河，他让白狼观察一下大火龙会不会因为河流停步。遗憾的是，大火龙并没有停下，忍着痛苦一脚踩进河流中，甚至将第1条河流给蒸发了。玉丝明白他不会停下后，就决定战斗。通过白狼和史莱姆锁定位置，玉丝使用范围冰冻魔法，因为有装备，魔法效果又翻了1倍。但即便如此，大火龙还是能够挣脱，而且在被第2次冻住后，大火龙张嘴就要吐息。玉丝再次抬手，又一次放出攻击，不过大火龙仍然没有倒下，甚至在前往第2条河流的时候还要继续前进。不过玉丝早就预备了计划，原来他们刚才在第1条河流攻击的时候就已经派了史莱姆在第2条河流的出口构建水坝，刚才的攻击只是拖延时间。大火龙踏进第2条河流，水坝被放了下来，大火龙看似是被打倒了，但在白狼转身的瞬间突然起身朝他吐火，幸亏玉丝反应及时，用防护盾保住了白狼和史莱姆。不过大火龙张嘴瞄准了城市，玉丝想了想，决定使用永恒冰冻魔法，毕竟他现在拿到的蓝药比较逆天，可以直接返还10分钟前的魔力，再加上大火龙已经被多次消耗，永恒冻结魔法将大火龙彻底冰冻。玉丝成功获得了大火龙的宝玉，相较小蓝龙的宝玉，大火龙的宝玉要大得多，而且尸体中好像还有奇怪的东西。玉丝再一次找到老爷子打装备，老爷子还是第1次看到这么大的宝玉。玉丝嘴硬，非说是比较大只的小火龙掉落的。老爷子看破不说破，表示会帮他打造绝世无双的装备。之后玉丝找到工会的前台询问欧尔达林这个城市，却被告知一般冒险者不会去那里，因为这个城市不与其他城市和国家沟通。然后玉丝掏出了刚才在大火龙尸体内捡到的东西，前台小姐姐表示这是工会才持有的人工降雨装置，几乎每个城市的工会都会持有1台，而这个装备刻有工会名字的地方被划掉了。玉丝估计不出意外就是那2人口中提到的城市的东西了。之后玉丝从老爷子那里拿到了传说级的装备，老爷子提醒他别在这里试，不然大火龙没毁掉的城市就让他毁了。走前老爷子还问他真的不打算留下名号吗？玉丝说他准备低调做人。店员一脸问号，啥情况？老爷子把他赶回店铺继续工作，而苍月教会的人开始了新的祈祷。玉丝来到这个欧尔达林城市，一进工会就发现自己被人盯上了。玉丝假装什么任务都没接，悄悄投放隐身的史莱姆就离开了。史莱姆跟上那2个盯着玉丝的人，果然发现他们是苍月教会的成员，而且还知道玉丝被总部排除嫌疑的事，想杀他但又不敢贸然动手，准备先调查降雨计划为何失败。2人从他们那里听说了瓦尔特这个名字，杨叔你也去当反派了吗？而玉丝这边也被祭司和徒弟找上了门。祭司说这个城市已经落入苍月教会手中，不过目前他所在的地方还是安全的。祭司谈起自己和瓦尔特认识的事情，很久以前大陆上有一个名为苍月教会的组织，是祭司为了悼念去世的佣兵伙伴而建立的，而随着组织的扩展，流离失所的人和村民们陆续加入了他们，其中就有瓦尔特这个人。这家伙既虔诚又敬畏神明，对宗教充满了热忱，于是祭司便把他当作左右手培养。谁料此人野心深重，一直觉得祭司非常碍事。某天祭司收到了神的启示，提醒他早日解散苍月教会。祭司不想失去伙伴，第1次违背了神谕，可没多久苍月教会就被袭击了，其余人被杀。祭司在伙伴的掩护下逃走，他明白神明应该是知道结局才通知他解散的，而做出这一切的正是想夺取教会的瓦尔特。他利用教会其他人的思想，在其中渗透过激的想法，喊着救赎世界的口号，形成了新的救赎苍月教会，并且统领了这个城市，似乎是打算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祭司察觉到才来通知玉丝，因为组织是他构建，所以他要亲手来终结，并且他也是听到了神谕才来找玉丝，说是要让他引导使者，而瓦尔特所带领的教会很有可能会污染世界。祭司说神话中预言了，能够使用那把短刀的人就是神明的使者。搞半天玉丝被套路了，但其实祭司也没有说出完整的预言，他认为这样可以保护使者，因为一旦使者知道所有的预言，很有可能会违背神的期望。祭司并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被瓦尔特看见，而瓦尔特他们也盯上了玉丝。瓦尔特通过遗留的神器听到了完整的预言，一旦引导使者的祭司死亡，贤者将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玉丝回去后想起美食之城的前台提起过，他在书里看到过神话预言，说是有一个人能够操控史莱姆帮忙搬运东西。于是玉丝决定明天去问问祭司，结果第2天却被告知人已经离开了。他问了在城外的史莱
莱姆，说两人朝着森林方向移动了，于是让其他史莱姆先跟上去，自己和白狼紧随其后。祭司在森林中找到了人为的诅咒，并用魔法打开了屏障，两人一同走进了树林深处。玉丝通过收服森林里的史莱姆，成功找到了祭司前进的方向，据说是进入后就出不来的地方。在史莱姆的带路之下，他前往树洞位置，祭司带着小徒弟杀到了大本营，并当场就和这些人开打了。玉丝找到树洞位置，解除了诅咒，带着白狼他们进入树洞深处，而祭司要找的正是瓦尔特，他要亲手了结这个敌人，而这里就是邪教的总部。玉丝刚到现场就看到被祭司打败的人，其中一人没死透，还抓住了史莱姆。这边祭司大展拳脚，贫僧善说教，要是阁下听不懂，我也略懂一些拳脚。谁料自己认真培养的徒弟竟然被刺了，搞半天原来是徒弟一直在诱导自己。瓦尔特早就发现了魔石被消除，只是不知道背后动手的人是谁，而且意识到对方的实力很强，结果天降一个巨龙，祭司反而先帮他们找到了使者。那个时候徒弟还没有见过玉丝，他估计玉丝拿到了短剑后就杀掉了巨龙，然后祭司带着徒弟撤离的那段时间，玉丝陆续破坏了他们的计划，毁掉了基地，讨伐了大火龙。虽然玉丝的实力很强，但是没关系，一切都已结束了。他们创造出了新的神域，祭司的理想一定会被磨灭。祭司表示自己的死亡会引导使者，但没想到瓦尔特竟然创造了诅咒之力，将被击败的那些信徒复活成了怪物。瓦尔特说他就是想看到祭司这副憎恨有羞辱的表情，干什么老男童发言，绞杀了啊！本以为祭司要无了，没想到玉丝已经撞破墙壁杀了进来。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，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徒弟想对玉丝下手，结果被轻松挡住，玉丝随手解开了祭司的绳索，这才知道高台上站着的人就是瓦尔特，他控制了诅咒，准备攻击玉丝，结果被玉丝的史莱姆轻松挡下。史莱姆带着徒弟走进了房间内，他对自己的诅咒很有自信，并且立刻前往装置那里接受所有的力量。但此时玉丝也带着祭司追了过来，瓦尔特这家伙把自己变成了魔力收纳体。玉丝估摸着他应该是吸收了龙的恩惠，整个人都有些恶龙化了。祭司摇头说他的举动太过愚蠢。玉丝用防护盾保护住了祭司和史莱姆，自己单独和瓦尔特对战。不过获得龙的恩惠的他实力相较之前强了很多，至少没有被玉丝一招秒了。玉丝看他这么能躲，直接操控大量史莱姆开始范围扫射，穷则战术穿插，富则火力覆盖。不过这玩意儿速度快又抗揍，于是玉丝决定配合史莱姆使用那个魔法。他给史莱姆带上大火龙的装备，并且将其放在了白狼身上，白狼也佩戴了小蓝龙装备，在速度方面更胜瓦尔特一筹。瓦尔特猝不及防被打中，他做梦也没想到创造那么多次毁灭世界的计划，结果全部是给玉丝送经验和装备。虽然被打穿了身体，但瓦尔特还可以吸收其他诅咒。玉丝正觉得诅咒太过碍事，突然想到好像有个方法可以针对这个诅咒。瓦尔特一边打一边受伤，然后吸收小弟的力量，却没想到玉丝刚来异世界，第一个摸透的就是解除诅咒的魔法。毕竟当初要救特莱雅德，就必须得解除魔石的诅咒，所以瓦尔特的腿就被废掉了。他疯狂朝着玉丝的防护盾攻击，但在护盾之外的史莱姆和白狼立刻完成了封锁，魔法网将瓦尔特困住。玉丝抬手就是一个爆裂魔法，但瓦尔特早就做好死的准备了，他把自己当做了神域的指导者，将生命献给了整个魔法建筑。此时场内所有人的魔法都被吸收了，就连祭司的徒弟也被杀死了，口中还喃喃着肮脏的世界终将得到净化。无数诅咒被抽走，出现的是一个自称贤者的男人。祭司叹气，这才叫玉丝坦诚了神域的真相。引导者死后，贤者会受到指引降世。祭司本以为是自己死掉后，玉丝会化为贤者拯救这个世界，看来神域指的就是瓦尔特的死。而这个所谓的贤者是古时候神话预言中对抗巨龙的英雄，因为不敌巨龙的力量而被杀死。对方为了让选手复活，特意献祭了自己，相当于做了神灵召唤，所以这个贤者就是所谓的神。祭司不承认这家伙就是神明，而他竟然能用出和玉丝一样的魔法，抬手差点毁灭了整个世界。不过玉丝也没有多说废话，立刻给史莱姆他们的加强 buff， 迅速开始了战斗。不过贤者都能够轻松挡下，一波攻击下来，他的 MP 值也在下滑。玉丝估摸着贤者的 MP 值是无下限的，不过他没有放弃战斗，而是带着史莱姆们继续出击。贤者以为冻住了史莱姆，但他们却把冰块打碎，并且借着碎片再次发动攻击，将贤者打落至地面。但贤者毫发无伤，并落地后对玉丝发动攻击。两人技能相同，不过玉丝有史莱姆
木出阵，略胜一筹。此时他的 MP 值已经到了+10万。不过贤者看起来毫发无伤，抬手就召唤了世界各地的降雨装置，并且在其中注入了龙的恩惠，降落的黑雨对魔兽还有植物都产生了诅咒。这所谓的救赎就是灭世啊！冒险者们察觉到不对，迅速返回城市。而这名贤者告诉玉丝，他们以贤者的身份降临，而自己因为讨伐龙族不幸死亡。后来他察觉到了真谛，不管出现再多的贤者，巨龙都是杀不完的，不如由自己降下彻底的诅咒，毁灭掉整个世界，这样就不会有龙族出现了。好，原来是被污染的圣杯。这个贤者的力量非常的强大。此时祭司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史莱姆向玉丝汇报了消息，大森林的魔兽巢都在向城市进攻。玉丝一边对抗贤者，一边和留在各个城市的史莱姆一同抵抗魔兽。他的 MP 值正在疯狂下降。不过特雷雅德还给他带来了一则好消息，玉丝帮助过的城市冒险者纷纷聚集在一块，决定保护城镇。这些城市的人没有一个放弃，所有人都记得玉丝的功劳。玉丝上辈子一直在独立工作，所以转身后没有想过依赖任何人。可事实上，他帮助的人如今都能自立。玉丝觉得这样的感觉也挺好，所以他通过远程帮助大家施加了 buff， 这样他就可以不用管城市那边的情况了，腾出手来专门对付贤者。祭司告诉玉丝，神明对于这个被污染的贤者发怒了，将会在月亮与太阳重合的瞬间发动神罚。玉丝得想办法拖延时间，正好就用上了特莱雅德给他的药水，喝下去后就能够立刻恢复10分钟前的 AP 值。贤者看到玉丝冲上来，问他为何要保护世界，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宿命吗？玉丝想了想，应该不对。在这段时间和异世界人相处中，他觉得这个世界其实还不错，既然如此，为何要看着他们毁灭呢？所以贤者和玉丝大打出手，结果玉丝发现自己有一个神罚面板，是之前打巨龙的时候用到过的，于是他连着对贤者劈了好几道雷。下方的祭司都傻眼了啊！神罚是可以 N 次使用的吗？玉丝说他也不造啊，不过可以利用短刀凝聚神罚，直接来一发大的。正好此时月亮与太阳重叠，玉丝一刀落下，同时给自己叠加了护盾，贤者根本穿不了他的护盾，当场就被短剑刺穿了。贤者死亡后，冲击波将龙的恩惠驱散。祭司发现玉丝身上泛着金光，顿时就瞪大了双眼。玉丝落地没事，仅剩的他早就给身体叠加了护盾魔法。看到世界得以救赎，祭司非常感动，明白原来所谓的引导者其实指的是犯错的瓦尔特以及昔日的贤者，而真正得到降临的贤者是玉丝啊。玉丝打败贤者后就离开了被苍月教会掌控的城市，通过史莱姆观察了之前去过的几个城市的情况，大家都在因为胜利而庆祝。看到这一幕，玉丝也欣慰了。不过苍月教会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只是击杀了其中一个瓦尔特，他们竟然还有藏得更深的总部。其他几个教主都在讨论是否要上报总部，但其中一人表示不用了，还说这片大陆时间不多，万物进化装置就要完成了，一旦启动，这个大陆就会被毁灭，没有人能活下来。而他们苍月教会唯一的目的就是打败毁灭之黑龙，并认为神明召唤来的使者都无法打败黑龙，所以要由他们亲自动手，美其名曰让肮脏的世界得以救赎。结果谈话内容全部被玉丝听见了，玉丝吐槽这群人也太麻烦了吧。但很快玉丝就遇到了一群虎类魔兽。第二天玉丝拿着任务单找到新的城市前台，前台还以为他有一个团队，听到玉丝说并没有团队成员，顿时觉得他是无法接受团队成员在击杀魔物中牺牲，直接悲伤的落泪了，这反而给玉丝整无语了。好在工会还有靠谱的魔法师鉴定过后确认玉丝没有其他的同伴，并且认出了玉丝，很有可能就是传闻中的神级冒险者。坏了，这下又引起注目了。 Tomato 好装，有点喜欢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白爆肝队1号机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